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这一集呢是新型号开箱的第二集。要开始 New Balance 有一条板鞋的线，它叫做 New Balance Lamerick。这个型号呢是1010，应该算是目前板鞋的这一条线里面的最高的型号。那它是跟 Diego Lemos 联名的一个鞋款。那我会发现它呢，就是我在做新鞋情报的时候，都会先去扫一下，说最近有些什么新的款式上市，那就看到的。那我想可能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就是一双鞋不看还好，那越看就觉得越想买，所以就基于这个理由就把它买回来了。那其实我自己也蛮好奇说这个型号的脚感是如何。今天的影片呢一样是会做外观的介绍，然后会讲一下脚感还有尺寸选择的部分。那如果说你看完之后觉得我的影片还不错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么首先来看的是这个鞋子的外盒，它这个外盒呢是我不确定说是不是这个条线的外盒都是这种颜色的外盒，因为它其实跟一般雅致的外盒不太一样，它是用的是有点像就0V3那个年代的盒子，那有特别去做过设计。那像这边就是有一个挖孔的这个设计，那上面这个 Lamerick 的这个图案呢，其实也跟鞋垫的这个上面的六角形有做一些互相辉映。那这一次呢，因为我不确定是要买怎样的尺寸，所以我想说我雅致的鞋我一样就是买大半号回来试试看。那我们先来看鞋子外观的部分。它这个鞋子呢，我们从前面这边开始看。前面这一块呢是一个麂皮的部分，那整个鞋面延伸到鞋舌的部分都是一个网布。那在鞋舌部分这边呢，它是有一个鞋标是写着 New Balance Lamerick 的这个图案，然后它有标着 Diego 的字样，然后就是它的型号1010。那侧面的话呢，可以看到说它这边是有一条这个设计。那在我要拍这个开箱之前呢，就是我有先大概做一下板鞋这一条线的功课。他是说这个鞋款是根据英制的鞋来制作的。那其实我们等一下边讲就会边知道说它到底是跟哪一个英制的鞋比较像。那这一块一样是麂皮的部分，然后它这个缝线是3条线，就是跟一般我们看到2条线的缝线比较不一样。我不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板鞋它必须比较牢靠，所以就是有这3条线缝线的这种设计。那这一块呢，算是有点像是纽巴哥的部分，那上面有打一些透气孔，然后它的 N 一样是银色的 N。那后面这边就是一样是网布，然后这边是有点像是合成皮，那它是有点印制上去。那这一块呢，摸起来也是纽巴哥的部分。那它的这个鞋带是附上运动型的这种鞋带，那它是比较短，因为它的孔只有4个孔。那如果说你要穿到后面这个孔来看的话，就是会比较短。然后后面这边就是它有一个 Phantom Fit 的设计，我想说应该是跟这整个鞋子的设计是有关系的。然后鞋后跟这边呢，它这一块这个橡胶是 Fuel Cell 的橡胶，那其实这边旁边这边也是有一块 Fuel Cell 的部分，它摸起来是软的。那后面这边就是它的缝线是比较特别，它是用一个橘色线的这种缝线，那后面是有 3M 的部分。那我们再看过来，就是大致上是一个对称的设计啊。那不过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后面这一条线，如果你有印象的话，这一条线其实就是跟1500的设计师一样，它这边就是直接是一个 3M 的反光的线在这边。所以说如果你由上往下看的话，就看到说这条线是会反光的。那因为我现在没有开那个补灯的关系，所以就看不太出来。我现在把补光灯打开之后，就看到它是整条是发亮的。然后包含前面这边它也有一个 3M 的地方，其实还蛮有趣的。然后它的这个中底呢，它是一个 Endurance 的中底，它这边其实在这边有一个 Endurance 的字样，然后它的大底呢看起来是一个橡胶大底，不过它在后面这一段也是有一个 Endurance 的这个字样，所以这黑色这一块应该是 Endurance 的设计。那绿色这边呢，它中间有嵌一个就是 Fuel Cell 的部分。那这是整体大概外观的部分。那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它这里面呢是有一个松紧带把这个鞋舌
固定住。那我想他会做这个设计，应该就是为了要让鞋舌跟你的脚背比较贴合的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鞋标，它是21年的10月生产的。好，然后后面这边呢，它就是里面有2块橘色的部分，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它后面这边标的 Phantom Fit 的这个设计的地方。我不确定说是不是因为板鞋必须穿比较贴合的关系，所以它就是有这种比较贴合的设计。那其实整体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它其实跟1500比较像，那其实很多一些小细节的地方都跟1500是蛮像的。然后前面这边呢，它其实也是跟英制鞋款一样，就是它这边的脚趾的区域呢是比较窄一点点，所以你在穿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前面这边是空间比较小一点点。然后因为我是直接买大半号的关系，我其实在大半号套起来是会觉得说还蛮刚好的，就非常非常的刚好。那它的鞋垫呢是Ozolite 的这种鞋垫，就是它上面有标示 Ozolite 鞋垫。那它是一个柔软的透气鞋垫，那跟950 V5 一样，都是用这个鞋垫。那这个鞋垫呢，就是对它的这个脚感有非常大的影响。一开始呢，就是其实这次录已经是我第2次录这个开箱影片，因为一开始我在录的时候，我发现说刚试套的时候会觉得说，在这个脚的地方，这2块这地方会觉得说有点凸凸的。那我在想说，是因为这个整个鞋垫跟整个鞋子还没有密合的关系，所以才造成这种脚感上的差异，还怎样？那但是在我实际上穿出去走了一阵子之后呢，其实发现说它其实还蛮好走的。然后可能就是因为它这个鞋垫会跟你的脚型去做密合，然后会跟鞋身里面做密合的关系，所以我刚刚说就是旁边这2块比较凸的地方的那种感觉就消失，就是在你走比较长一段路之后，这感觉就消失，那它反而是变得非常的贴合。然后因为之前我也没有买过板鞋的关系，所以我不确定说是板鞋的脚感都非常的硬。那如果说你是对这一部分比较清楚的朋友，都欢迎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的心得。那整体来说呢，我觉得它的脚感就是说，它的鞋垫是软的，踩进去是软的，但是整体的脚感是算偏硬，但是也不会说到难穿。那跟550比起来的话，我会觉得说它比550更硬，因为它550它附的鞋垫是更厚更有弹性的，而且550它在旁边这边也是做比较有弹性的部分。虽然说这个捏起来是蛮 Q 蛮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550的脚感应该会比这双更好。然后尺寸的话，我还是会建议先买大半号，才不会太紧，除非说你真的是习惯穿很紧的那种人，你可以买原尺寸，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太小，因为它其实这个整个版型应该是依照英制的版型去打的，所以说会觉得比较小一点点。那我本身在这一次的试穿之后呢，我其实觉得说，因为像我是没有在做什么滑板运动啦，所以我觉得这一款对我来讲就是个穿搭鞋吧。就是因为我常穿卡其裤的关系，所以我这次挑的这个颜色，其实我觉得跟卡其裤也还蛮搭配的。其实这个颜色呢，是算是后面比较粗的、比较新的颜色。那在之前它其实也有出过白色跟黑色2款，那甚至于好像在其他地区也有别的配色。白色跟黑色的话，其实可以在拍卖上面找到。然后这一双鞋它的定价是$110，然后因为我刚好有去年就是 New Balance 官网提供的那个 coupon 券，所以我就用掉之后，就大概就是 cover 掉转运回来的那个费用，差不多是3磅左右。好，那以上是今天这个 Namarick 1010跟 Tiago Lemos 联名的鞋款的一个介绍。那如果说你觉得我的分享还不错的话，请你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那我们下次开箱见，拜拜。